爹，我昨天就吃了2碗糊糊，1个幽冥果，半块风干肉而已。平儿啊，不是爹不想养你，可咱之前攻打修仙界打输了，赔款赔的裤衩都快当了。现在魔界是真的穷啊，穷得连魔宫门口的看门石狮子上个月都跑了1只。你看这魔宫，上次下雨还是我拿王座接的水。爹，你就直说咱们养不起妹妹了，想把她送到娘那儿打秋风，铺垫那么多干嘛？闭嘴！什么叫打秋风？这叫亲情探访。平儿，你听爹说，你娘现在是青云宗宗主，修仙界有名的大富婆啊，不是，是大能，零食多得能填放咱们魔界的熔岩河。你去她那儿，顿顿有灵米吃，天天有灵果啃，穿的是云锦法衣，睡的是暖玉床。那你为什么不去？他不敢，他上次偷摸去青云宗山下转悠，想偶遇娘亲，结果被娘用护山大阵追着劈了3条街。瞎说！娘爱我爱的不能自拔，打是亲，骂是追着劈是深情的另一种表方式。小孩子懂什么？平儿，这个爹得镇守魔界，魔界不可一日无君，就像茅厕不可一日无纸。那哥哥为什么不去？我倒想去，我去了谁搞魔界建设？你爹连施工图纸都看不懂。瞎说！我会写你娘的名字。行吧，我去找娘，但我有个条件。说，别说1个，100个都行。爹要每天想我3次。平儿啊，爹会每天想你300次。咱爹只是想你能从娘那儿蹭多少银子。就你话多！这是魔界通行令，出了魔界记得收好，别让人看出来你是魔族。虽然你只有1半血团。这个给你娘，就说爹想她了。还有，魔界今年收成不好，问能不能借点零食。爹，我懂了，你这是让我去跟娘要饭。怎么能是要饭呢？这是亲人间正常的经济互助，是跨界亲情的温暖传递。我路费呢？拿着，这是3块下品零食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如果不够花的话，就省着点花。路上小心，要有人欺负你，就跑快点，千万别硬拼，咱家现在赔不起医药费。知道了。小公主长大了，都会自己出门打秋风了。老魔，我好感动。是他吗？好像是，这味儿，魔君血脉，错不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撤！上次有个不长眼的咬了他哥一口，被魔君抓去当了3个月夜狐。黑风谷的风能把人骨头吹散架，但爹教过我一个简易避风诀。爬行。小友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爬进来的。带我！小友，你这法子真好用，省了我至少50块灵石的防护服。这法子只能应急用哦，我爹说长期用对腰椎不好。去哪儿，小鬼？修仙界。一个人？用什么付传岁？够吗？幽冥铁玄矿，还是最低品阶的，不够。爹说过不要轻易暴露身份，但如果我说魔果之宫，可能就过不了公主，过不了河，我就到不了修仙界，到不了修仙界，我就找不到娘，找不到娘，我就得回魔界继续吃糊糊。其实我是……小鬼，你也是从魔界逃难出来的吧？魔界现在是真不行了，连这么小的崽儿都往外跑。听说魔君大人都开始卖魔宫的夜明珠了。小鬼，出了魔界千万别轻易暴露魔气，小心被那些修仙宗门的人抓去炼丹。还挺讲究。爹的画技和他的人一样，充满了贫穷的艺术感。这团墨字是山，这坨波浪是河，这个圈圈叉叉又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的亲爹，你是真的不靠谱。爹，你这真的是地图吗？唉，原来穷这种东西真的会遗传。
丑东西，算你跑得快。唉，这张地图现在唯一的作用就是当厕纸了。大叔，青云宗怎么走？往东300里。哎，你这娃娃一个人？姐姐，去青云宗还有多远？还有200里。你家人呢？知道啊，修仙界第一美人嘛。小娃娃你也追星？娘就在这里吗？你好，我来找我娘，就是你们宗主青梦。每天来认亲的没有100也有80，上一个这么干的，现在还在后山给灵兽铲屎呢，已经铲了3年了。我有信，我爹写给我娘的信。亲爱的梦梦，魔界今年收成不好，可不可以借点零食？平儿很乖，吃的不多，1天3顿糊糊就行。糊糊，我们宗主的孩子吃糊糊。我真的是他女儿。快走快走，下次编个好点的故事。这次看你年纪小，就不跟你计较。小娃娃，你家人呢？我爹养不起我，让我来找我娘，但我娘不要我。唉，造孽啊！多吃点，长身体。听说青梦宗主闭关了，要闭3年呢。闭关3年？儿啊，爹穷啊，你不孝啊，不能帮爹分担债务。东霞城这个月15号有10年一度的宗门大招，各大宗门都会去。青云宗也会去吗？当然会，不过这里去东霞城很远，路上还有不少野兽，甚至妖兽。你这小豆洞别想了。去东霞城，你知道多远吗？500里路，路上被野兽叼走了怎么办？野兽不一定叼我，我老实说，可能怕我叼它。路上小心啊，遇到危险就往人多的地方跑。哎，妖兽对我有种天然的忌惮，毕竟我身上魔君皇族的气息摆这儿呢。没想到也有例外。饿了3天，看着他，突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。真好吃。入城费3块下品灵石。大师兄，你看这小娃娃真可爱。刚剩的，吃吧。我大说要知恩图报，尤其是对好看的人。小妹妹，这是低阶妖兽肉，怎么来的？别害怕，我们是天剑宗弟子，不是坏人。抓来的呀。抓的？他们看到我就跑，我就追，追上了就打晕，然后烤了吃。不过肉不好吃，太老了。小妹妹，你来东霞城做什么？你家大人呢？没有大人，我爹养不起我，叫我来找我娘。我娘听说闭关了。可怜的孩子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打算参加宗门大招。宗门大招要满6岁才可以报名，你看起来才2岁、3岁。3岁，四舍五入就是6岁。除了年纪，不是还看资质和灵根吗？万一我是天才呢？大师兄，咱们天剑宗从来没女弟子，要不捡回去？你愿意跟我们回去吗？不要，我要进青云宗，拜拜。大师兄他嫌弃我们穷。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。伏篇，3岁零1个月，墨城。小娃娃，宗门大招要满6岁。可是我听说天才可以破例。那你得先证明自己是天才，报名费10颗下品灵石。半功薄着我而已。
五灵根，五行均衡，但每种属性都很微弱。五灵根，那不是废柴标配吗？长老，五灵根不好吗？孩子，五灵根意味着你和五种属性的资源是别人的5倍，进度却是别人的1%，有句说法，宁要单灵根一根草，不要五灵根一片林。可爹说我是天才啊！极佳根骨，这娃娃的根骨堪比体修天才。根骨极佳，那不就是炼体的好苗子？只可惜是五灵根。我爹说了，找到我娘，这些都会有。魔物、天劫，比我爹生气的时候差远了。信性极坚，这孩子了不得。五灵根基本等于术法废茶，但根骨极佳，信性极坚，是体修的好苗子。可我们青云宗主攻术法，符箓丹药，体修一道并不擅长，而且他才3岁，太小了。小娃娃，你虽与青云宗无缘，但老夫知道一个去处很适合你。是哪里？天剑宗。真不能让我进清月宗吗？做个杂役弟子也行啊。第一，你年纪太小；第二，你灵根不行；第三，你连报名费都没有，更别说入宗后大部分的修炼资源都得自己赚。就算你来打杂，我不用有出息的，只要能见到你们宗主就行。你一个杂役弟子，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见宗主。去吧，孩子儿，去寻找你适合的大道。真的免学费，包吃包住。小妹妹，是你啊？青云宗不要我，你们能要我吗？当然可以要。来来来，测一下。剑修很苦的，每天要练剑、打坐、淬体。你真的愿意来天剑宗？我愿意，只要包吃包住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天剑宗的小师妹。我们有小师妹了！天剑宗100年来的第一个女弟子。天剑宗现在连一个3岁杂灵根都收了，肯定的，反正也没人报名，捡个废柴撑撑面子。天剑宗不要的，不代表是废柴。原来被人护着是这种感觉。对了，小师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扶贫。扶贫，好名字，一听就是文化人起的。那你爹肯定很有文化。小师妹，我叫苏宁，是你3师兄，103岁，金丹中期。三师兄好。我叫岩川，你4师兄，104岁，金丹中期。4师兄好。我叫慕容卓，是你5师兄，105岁，金丹中期。5师兄好。我叫顾晨光，是你6师兄，98岁，金丹初期。你们最小都98岁。是啊，98了，但还是个孩子。你们修仙界成年标准是多少岁？300岁以内都算青少年。？98岁的孩子，那我现在3岁零1个半月，算什么？胚胎？沈清晨，110岁，天剑宗首席弟子。大师兄好。我们大师兄可是修仙界天骄第1人，100岁就踏入元婴期。元婴很厉害吗？就是比金丹厉害。哦，既然招到弟子了，我们回吧，想必也不会有人来了。这么草率的吗？小师妹，咱们天剑宗讲究缘分，不强求。既然缘分到了，那就回家。我爹把我退货，我娘闭关不见，我以为没有家了，可现在好像找到一群师兄，也还不错。小师妹，坐稳了。御剑飞行，这是我第一次御剑飞行。
小师妹，醒醒，我们到了。你们平时住哪里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洞府，你的洞还没挖，等会儿师兄们帮你挖一个。小师妹喜欢朝南的还是朝北的？要带阳台吗？洞府还能带阳台？当然能，我那个就带了个小平台，早上可以在那儿练剑，晚上可以看星星。就是下雨会积水，得自己舀出去。那吃饭呢？在哪里吃？露天吃啊！天气好的时候在山顶看云海，赏明月，多有意境。下雨的时候在洞里听雨声，悟剑道，多有情调。那洗澡呢？后山有灵泉，随便洗。不过冬天有点冷，得用真气护体。小师妹，你还没修为，冬天师兄们会帮你烧热水的。厕所呢？我们都是修士，一个净尘诀就解决了。可我不会净尘诀。那后山找个地方解决就好了，记得挖坑埋了，不然招苍蝇。对了，宗主呢？我要去拜见吗？宗主在外云游什么时候回来，50年前走的，说100年后回。很好，等我53岁的时候就能见到宗主了。那长老们呢？长老们都在外打灵宫，大长老在隔壁玉灵宗当饲养员，负责喂食、铲屎、梳毛，包吃包住，还能免费撸灵兽和偷偷带点灵兽蛋回来。二长老在青云宗当丹房火工，负责给丹炉烧火，据说偷学了不少炼丹技巧。等学成回来，咱们就有自己的炼丹房了。哦，那现在有丹炉吗？没有。药材呢？也没有。那炼丹房有了放什么？那个还有3长老在禅宗当扫地僧，据说还给发僧袍，攒的僧袍够我们穿10年了。好吧，那4长老呢？没有4长老，宗门确实设了4个长老位，但只招到3个，第4个名额一直空着。那为什么不取消？因为宗主说名额空着显得我们宗门有发展空间，显得我们未来可期，显得我们低调内敛，显得我们穷的只剩格局。但还有个二师兄，二师兄叫傅少，108岁，金瞻后期，在外寻矿石矿，已经3年没回来了。说是寻到就回来建设宗门。3年没回来，你们不担心吗？担心啊，所以每月都给他传信问找到矿了吗？他每次都回快了快了。上个月传信问他需不需要寄药点干粮，他回不用，我在吃土管饱。所以天真宗一共7个弟子，3长老，1个宗主，11个人，难道还有外门弟子？没有，是因为养不起。明白了。这是主峰，宗主的洞府就在山顶。宗主洞府门口那是鸟窝？对，宗主50年没回来了，洞府就被一群灵鸟占了。为什么不把鸟赶走？宗主不回来，空着也是空着，灵鸟住还能捡点蛋。那些灵鸟蛋一颗能卖100块下品灵石，每个月去捡一次能换不少灵石。宗主说了，宗门资源要合理利用，鸟占了他的洞府，下蛋补偿，合情合理。有道理。这里风景好，能看到日出，地势也平，下雨不会积水太严重。旁边还有棵树，夏天可以遮阴，离灵泉也近，洗澡方便。就这里了。这里可以放东西，这里可以摆盆花。虽然我们没有花，但可以先留着，这样下雨掺水能流出去，不会积在平台上。我以前用的，你先用着，回头我给你弄张木床。新做的，可能有点硬，但保暖。谢谢师兄们。谢什么？以后就是一家人了。师兄们不辟谷吗？辟谷丹难吃，我做的饭又太好吃，舍不得不吃。对，延川做菜很好吃，所以我们都舍不得辟谷。特别是红烧肉，我能送3个馒头。红烧肉，锅也能补吗？能啊，我用炼体的手法补的，比原来还结实。馒头放久了有点硬，小师妹你泡汤吃。小师妹，你慢点吃，别噎着。没事，我饿。小师妹，10个馒头够吗？不够我再去做。够啦，这是我这段日子吃的最饱的一顿。
以后每天都能吃饱。小师妹早。嘿嘿，小师妹早，睡得好吗？洞府里没有老鼠吧？没有老鼠，就是床有点硬。硬点好，硬点对脊椎好。真的吗？假的，他昨天还让我给他捶腰。闭嘴！对了，大师兄是什么灵根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大师兄是白灵根，也叫天灵根。除了金木水火土之外，还有天灵根。10万中1，可以多修，而且修炼速度为普通灵根的2倍。那有没有黑灵根？有的，也叫暗根灵根，一般魔族天才才会出。那暗灵根很厉害吗？很厉害，和白灵根一样稀有，修炼速度也很快。但是修仙界对暗灵根有偏见，觉得那是魔族的灵根，所以暗灵根的修士一般会隐藏自己的灵根属性，假装是其他灵根。虽然你根骨倔佳，但是杂灵根，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，有可能一辈子也没办法引气入体。不能引气入体也没事，等你成了体修，一拳能打爆一座山。引气入体很难吗？我示范一遍。这就是引气入体，吸收天地灵气，化为己用。哦，又是这5个颜色。之前在青云宗测试也是这5个颜色，但他们说这叫武灵根，不好。你引气入体了，凝聚出了5行灵气了。可小师妹看起来一点灵力都没有，杂灵根又没有经过系统修炼，所以存不住灵气也正常。所以这就是引气入体。你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我爹没有教过修炼，他说我是天才，他教让我自己悟。你们还记得那个传说吗？你是说混沌灵根？五行搏杂不是废，是混沌未开。古籍记载，混沌灵根出世时，五行皆显，搏杂无章。待金丹结因五行归一，可吞噬天地灵气，无视属性克制。所谓杂，不过是天道维护混沌本源设下了一层掩人耳目的表象。那可是传说中万年难遇的极品灵根。吸收灵气的速度是普通修炼者的10倍。所以我是很厉害吗？你是天才，万年难遇的天才。那我是不是很厉害？现在还不是，以后很厉害。小师妹，你以后会非常厉害，厉害到各大宗门抢着要，厉害到青云宗哭着求你去。完了！混沌灵根可是很花钱的，不是几个馒头就养得起的。对啊，小师妹引气入体后需要固本培元，普通培元丹一颗100中品灵石，她这种修炼速度1个月要多少灵石养？日常灵气不见每天，算不清，这数目咱们养不起得。小师妹是混沌灵根这件事，必须保密。我同意，这要是给外面宗门知道了，可不得抢破头。最怕有人不想此天才出在我天剑宗，暗中下黑手，所以我们要低调，低调再低调。从今天起，在外人面前，你只是普通武灵根。明白。先用这个。今天练什么？扎马步。坚持住，剑修的第一步就是稳，根基不牢，地动山摇。吃的苦中苦，方为上人。我恨你。恨死也要练。再次1000遍。大师兄，你小时候也这么练吗？练了110年，1岁攥着木根就开始刺。钻体药浴主打一个便宜好用。小师妹第一次泡吧，习惯就好了。混
遁灵根的修炼速度果然恐怖，但灵气消耗也恐怖，再修下去就得过巨灵阵了。小师妹，你必须控制修炼速度，太快了，基础不牢，容易走火入魔，而且会引起别人注意。好吧，天才的烦恼不能修炼太快。虽然辛苦，但很充实。师兄们对我真的很好。二师兄每天给我梳头，梳得歪歪扭扭，还经常扯掉我几根头发。三师兄每天给我做好吃的，虽然主食永远是馒头，但他会变着花样蒸馒头，方的、圆的、三角形状的，甚至还有小兔子9天教我认字。虽然他自己的字写得像狗爬，还经常交错。这样闻起来香一点。虽然药浴很臭，但他每次都会在里面撒点花瓣，结果臭中带香，更难闻了。大师兄每天监督我修炼，一丝不苟，但也会在我累的时候默默递给我一颗糖，是山下买的，最便宜的那种，硬的能硌掉牙，但很甜。我越来越喜欢这里，喜欢这个穷的叮当响但温暖的宗门，喜欢这些虽然衣服破旧但眼睛明亮的师兄们，甚至开始觉得山洞住着也挺好，冬暖夏凉，馒头也挺香。管饱，药浴好吧，药浴还是很臭，但泡完真的很舒服，浑身轻松，真好。挥剑有力道了，马步扎得稳了，能坚持半时辰了。学字也快，已经会写天剑宗3个字了。身体强度提升很快，药浴可以升级了，下次试试加蝎子尾巴。能不吗？能，那就换蜈蚣腿。还是蝎子尾巴吧。小师妹修炼成果，修为炼气中期，锻体入门，剑招这组基础式，识字308个，写字3个，药浴次数12次，总支出1200下品灵石，库存余额300下灵石。这里写什么？没什么。大师兄，你发财啦！接了护送任务，这是定金。什么任务？护送玉灵宗几个天骄境幻兽迷轩秘境抓灵兽。危险吗？危险程度3星。宗门历练一般几年才组织一次，修为低的弟子要么结队而行，要么雇护卫。对了，大师兄，记得多采点灵草灵药回来，等二长老学成归来，咱们就可以自己炼丹了。虽然现在连丹炉都没有。小师妹有想要的吗？灵兽？不要，我只要大师兄平安回来。好。大师兄，记得砍价，护送费至少500中品灵石，不能少。看到灵草灵药就采，不要白不要。遇到危险先跑，钱可以不要，命必须保住。还有，注意安全。我不在的在这段时间听3、4、5、6师兄的话，好好修炼，不要乱跑。回来还你。不用还，记得加利息就行。好。大师兄欠你们很多钱吗？大概380块中品灵石，18年没还了。不过每年利息都在涨，再过50年，大师兄就彻底还不起了。其实他就是故意的，欠债太多就没人敢催他还。师兄走了，我心里空落落的。虽然我已经相处1个月，别担心，大师兄很强的，元婴期在修仙界基本能横着走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干什么？修炼。1天后，我突破了炼气期后期。是的，只用了1天。小师妹，你这修炼速度是不是太快了点？普通人至少要3年，我用了1年半，大师兄用了半年，师妹才用了1天。你的灵气消耗速度是普通人的10倍，你突破一次100中品灵石没了，周围灵气也宗门破产了，灵气也破产了。我是不是太费灵气了？不怪你们太穷，天赋好是好事，不就是灵石吗？下山摆摊，我们想办法。为了想办法赚灵石，师兄们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：下山摆摊。居然还有卖灵兽屎的，那是灵兽肥料，玉灵宗产的，据说能让灵草长得更好。走，咱们去那边摆摊。唉，就我们这些品质能卖出去，真的是见鬼了。摆摊第1天，客流量1000家，成交量0，好丢人。我想回山上。我先来的。幽冥玄铁，那是铸剑利器的极品材料，产在魔界，很难搞到。要是我的剑能掺点儿，是这个吗？我老家附近有很多捡的。我擦嘞，真是幽冥玄铁，而且是最高纯度。我出200中品灵石，谁都别跟我抢，这块玄铁我要了。哟，这不是天神宗的穷鬼们吗？今天居然没在垃圾堆里翻破烂，跑这儿来坑蒙拐骗了。这肉都馊了吧？这铁矿全是废铁，这路边野草喂猪都不吃。至于这块黑石头，该不会是拿普通铁矿燃色的吧？穷疯了吧你！妈，说不过还想动手，还带了个小娃娃，这么小就出来要饭，真可怜。要不来我们青云宗？哇，好厉害！难怪有钱师兄长得这么好看，衣服也这么好看，一看就是那种真正的大人物。我爹说过，真正有身份的大人物买东西从来不价，想要什么就直接拿灵石砸死对方。有钱师兄一定也是这样的人吧？那当然，本少爷家有灵矿，买东西什么时候问过价？那有钱叔哥要不要看看我们的幽冥玄铁？真的？当然，您要是买了这块幽冥玄铁，别人都会说，看，有钱师兄就是有眼光，一眼就看出这是好东西。这可是魔界特产，铸剑的极品材料，
我看师兄气质非凡，一定是用剑的高手吧？真是幽冥玄铁，如假包换。有钱师兄要是买回去铸剑，肯定能成为修仙界第一剑修。小师妹吹过头了。而且这矿石还有美容养颜的功效。你看我师兄们用了幽冥玄铁铸的剑，一个个长得多好看。这块玄铁纯度极高，只有像有钱师兄这样有眼光的人才配得上。真的啊？那多少钱？500中品灵石。小师妹，你这也太……你这隔壁才卖150啊！可是隔壁摊子炭纯度没这个高，我们这块一看就是矿脉核心出产的极品。有钱师兄，你这么有钱，不会连500都出不起吧？哼，谁说我出不起？老子家里有矿，买了。这些妖兽肉、铁矿、灵草，我也全要了。多少钱？50下品灵石。哼，100，不用找了，就当赏你们的。看到没？这就是格局，有钱人的格局。赵师兄大气，赵师兄必成剑道第一人。卖了，他是不是傻？被坑了还这么高兴？他那是为了面子，我有钱，我施舍你。不过这种人就是欠坑。下次他还来，还坑他。小师妹干得漂亮。几句话就让赵有钱掏了钱。小师妹，你怎么知道他会买？他自己说了啊，我很有钱。他说有钱你就信？不是我信，是他要我相信。你看，他穿的戴的都是最好的，说明他很在意别人觉得他有钱。对了，青云宗的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地盘？我们宗门地处各宗宗门中枢，过路的人都会在这里歇脚交易，而且天辰宗有护宗大阵，比野外安全。主要我们不要过路费，因为收过路费需要人手，我们人手不够，而且收钱可能会受伤，受伤需要医药费。唉，懂了，穷，所以连过路费都不敢收，这大概就是穷到极致就是怂。等我变强了，等我能打过所有人了，到时候过路费、管理费、卫生费、空气清新费，一个子都不能少的给我还回来。这个便宜，买。这个也便宜，买。小师妹要穿新衣服，买。小师妹要认字，买。这是我离开魔界后第一次有新衣服，不是捡的，不是别人给的，是师兄们给我买的。我抱着衣服傻笑了一路。想什么呢？想大师兄。大师兄很强的，不用担心。大师兄虽然强，但万一呢？万一遇到厉害的灵兽，万一遇到不怀好意的人，算了，不想不吉利的事了。深夜，我偷偷溜下山，没有惊动师兄们。爹说，遇到危险时可以催动令牌。参见公主殿下。你谁？属下是魔君安排在修仙界的暗卫，负责保护小公主的安全。我爹安排的？是。我怎么不知道？魔君说，等您需要的时候，自然会出现。我爹这个文盲，居然还有这种安排。我以为他只会哭穷，没想到还挺细心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属下没有名字，代号影七。影七，帮我办2件事。小公主请吩咐。第一，跟我爹带个话，我没找到我娘，但我过得很好，让他别担心。
是。第二，让我哥给我寄一点幽冥玄铁矿。幽冥玄铁矿？对，我发现这玩意儿在修仙界挺值钱的，我准备拿来换点零食，补贴家用。小公主，其实幽冥玄铁在修仙界值钱，是少主操作的。什么意思？少主说魔界太穷了，所以要搞出口创域，但幽冥玄铁在魔界实在太多了，矿挖出来也卖不上价，所以少主就控制了幽冥玄铁的产量，让我们每个月放一点修仙界的黑市，炒高价格，再慢慢卖。他说这叫饥饿营销，是在凡界学的。好家伙，我那个挖矿的哥居然还是个商业奇才！小公主需要的话，这里有几吨，您先拿去用，不够的话，属下再回魔界取。够了。小公主还有其他吩咐吗？没了，你回去吧。是。几吨矿石够我卖一辈子了，够师兄们升级100把剑了。也不对，一块拳头大小的幽冥玄铁卖100中品灵石，但幽冥玄铁很重，拳头大小就差不多100斤，所以1斤银玄铁也等于1颗中品灵石。1吨是2000斤，几吨就算5吨吧，5吨就是1万斤，1万斤就是1万颗中品灵石，换算成上品灵石，整整100颗。我还没见过上品灵石，据说一颗上品灵石够普通人修炼1年，100颗发财了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么多幽冥玄铁怎么给师兄们？直接拿出来肯定会被怀疑，得想个合理的借口。比如我在后山捡的，不行，后山已经被师兄们挖遍了，连块像样的铁矿都没有。我梦游时挖的，师兄们又不是傻子。哎，真难。等等，我哥把矿石价格炒那么高，如果我把这批一直拿乱石拿出来卖，我哥会不会破产？天宫宗会不会被魔界追责？困了。小师妹，快醒醒，好消息！怎么了？师妹，你没睡好？做噩梦了。什么噩梦？梦到我们穷得连馒头都吃不起，只能吃土。那个不会了，小师妹，我们发财了！二师兄回信了。二师兄，他在魔界交界处发现了幽冥玄铁矿，还寄来很多矿石，足足有3000斤，纯度非常高，可以卖30上品灵石。你没听错，是上品。啊！二师兄，那个找了3年矿的富少，他找到了幽冥玄铁矿，还寄来了33,000斤，我足可拿到5吨。二师兄一早就寄来了3000斤，尹七不是说幽冥玄铁的产量被我哥控制了吗？难道我哥和二师兄认识？不可能，我哥在魔界挖矿，二师兄在修仙界找矿，八竿子打不着。除非我哥就是二师兄不对，我哥叫符焰，二师兄叫富少，名字不一样，而且我哥是魔族，二师兄是剑修族，也不一样。巧合，一定是巧合。二师兄的信呢？师兄师弟们，我在魔界交界处发现了一条小型幽冥选矿脉，挖了几千斤，先寄回去，你们拿去卖了换灵石，给小师妹修炼用。我继续找矿，找到了再寄。富少，我看着这封信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出来。有了这些幽冥玄铁，可以给你买好多培元丹，足够你练到筑基了。算了，没必要拿出来了，也说不清。总不能说我昨晚召唤魔族，他给了我几吨吧？那师兄们可能会把我当魔族的奸细抓起来。虽然我确实是魔族，半个，这几吨矿石就留着当备用金吧，万一以后又破产了呢？我是木灵根，用不了太多。小师妹昨天给的那小块已经够升级剑的韧性了，我不拿了。我是火灵根，这玩意儿加进剑里能提升硬度，我拿5斤。5斤够吗？要不拿10斤？够了够了，省着点。土灵根加这个也行，不过我不贪心，就拿3斤。我是水灵根，用不上。小师妹昨天给的够我升剑了，我不拿。你们不给自己多留点吗？我们的剑暂时够用了，等以后需要了再买。对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小师妹修炼。你强大了，我们宗门就强大了。谢谢师兄。谢什么？一家人。小师妹，看。小师妹，这些应该够你用到筑基了。我拿20颗吧。小师妹，你不用省。不是省，剩下的给师兄们分吧。师兄们都是金丹期修士，也需要好的灵石修炼。而且你们为了给我赚资源，连剑都舍不得升级。这些灵石你们拿去用吧。小师妹，你这孩子。风好大，沙子进眼睛了。
怎么样？筑基了！修为筑基初期，消耗上品灵石30克，备入天才的修炼速度，破产的修炼成本。30克上品灵石用完了，刚发财就破产了，不到3天。30克上品灵石，换成下品灵石是30万，够普通人修炼10年了。我是不是又败家了？不怪你，是修炼需要。对，混沌灵根就是这样。要怪就怪我们太穷。没事儿，下次再让二师兄寄点矿回来，再给你换灵石。靠卖矿石不是长久之计，二师兄的矿脉再大，也有挖完的一天。而且小师妹的修炼速度太快了，消耗太大了，得想个稳定的收入来源。根据修仙界行情，常见的赚钱方式有炼丹、炼器、画符、布阵。那我们选哪个？炼丹需要丹炉，买不起；炼器需要炼器炉和天才地宝，也买不起；画符需要符纸和符笔，更买不起。布阵不用买，有一些基础阵法不需要材料，只要找到合适的阵眼，引动天地灵气就行。那这个好。但布阵需要阵法知识，而阵法知识需要买书学，一本书至少10种品灵石。唉，所以还是没钱。还有个行业，不需要本钱，劫富济贫。就是打劫！目标我都想好了，赵有钱。犯法的。唉，要是能合法飞就好了。这几天先练体吧。对，刚筑基，要把修为巩固好。炼体不用钱，其他等大师兄回来再说。最后我又只能炼体，不能继续吸收灵气了。小师妹，马步再扎低一点。小师妹，挥剑再挥1000遍。小师妹，绕着主峰跑10圈。每天师兄们比我还累，他们要照顾我，不能接危险的护卫任务，还要想办法赚钱。要不我们也去幻兽迷渊吧？不行，太危险，里面太大了，妖兽太多了。小师妹才筑基，进去就是送菜。反对理由：1危险，2很危险，3非常危险。可是妖兽不是很值钱吗？所谓妖兽和灵兽其实是一个东西，没被收服的叫妖兽，被收服的叫灵兽。就像野狗和家狗的区别，低阶妖兽能卖50到100中品灵石。妖兽肉可以吃，妖兽血入药，妖兽骨炼器，妖兽皮做衣服，一身都是宝，就是不好拿。中阶的呢？中阶妖兽相当于咱们的金丹期修士，已经开智了，有妖丹了。妖丹是好东西，一颗就能卖100上品灵石。100上品，那能买多少培元丹？但是这修为更不好对付，智商高，会埋伏，会逃跑。大师兄那样的元婴期遇到，也不一定能对付。跑是没问题，但要抓难。更别说高阶妖兽了。高阶的有多厉害？高阶妖兽相当于咱们的元婴期修士，加上他们的天赋神通，就算化神期长老也不一定能对付。得宗主那样的大佬才能稳赢。那最厉害的就是高阶妖兽了吗？高阶之上还有圣兽，比如凤凰，比如不白泽的后代，但只活在传说里。好，我们就先抓低阶妖兽卖。太危险，还是等大师兄回来再说吧。大师兄不就在里面吗？我们就去给他一个惊喜。惊吓吧！大师兄看到我们，第一反应肯定是你们怎么来了？然后第2反应是，快回去。其实妖兽很好抓的。真的，他们看到我就跑。我上次就是这样抓到妖兽肉的。你身上有什么特别的气息？不知道，反正他们就是跑，
要不试试？是什么事？小师妹才3岁多，而且刚筑基，境界不稳，万一出事怎么办？外围而已。小师妹现在也筑基了，加上我们几个金丹，外围应该没问题。我们就去外围，不乱跑，打几只低阶妖兽卖了钱就能买培元丹了。继续修炼就能变强，变强了就能帮师兄赚钱，宗门不穷了，大家就能过好日子啦。而且大师兄在里面，如果真的遇到危险，我们可以跑去找他。好吧，但有条件：第一，只在外围；第二，不许乱跑；第三，遇到危险立刻撤退；第四，听师兄们的话。我保证。这个是疗伤的，这个解毒的，这个好像是青云宗长老的私藏。二长老怎么顺道的？剑修出门，剑要亮，不然对手看不起你。对手是妖兽，他也看剑亮不亮。万一他审美高级呢？师兄，这个能吃吗？灵兽兽能吃，人也能吃，说明书上写的。第一，安全第一；第二，打不过就跑；第三，遇到危险不要乱跑；第四，小师妹，你记住，万一遇到危险，师兄们挡着，你跑。对，你跑，你跑得快就行，你的命最值钱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没说出来，因为鼻子有点酸。掩息丹吃了之后，你的真实修为会被掩盖，看起来只是炼气入门。为什么要掩盖？幻兽迷虚人多，如果被人看到一个3岁多的筑基，万一有人认出你是混沌灵根，咱们天剑宗的门槛会被踏破。不是来抢人的，就是来杀人的。嘘。所以低调。到了。上品符箓，保命必备，疗伤丹药买2送1。看到没？上面写着化神期以上禁止入内。据说化神期以上进去会被直接弹出来。据说是上古大能设的禁制，防止高阶修士进去屠杀低阶妖兽，破坏生态平衡。门票免费，预期收益未知，风险数3颗星。备入：保护好小师妹。小师妹，跟紧我们，别乱跑。顾晨光，你掐我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在做梦。不是吗？我修炼100多年，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。妖兽看到人应该扑上来才对，为什么会跑？难道小师妹身上有什么特别的气息？小师妹，你到底是谁？我亲爹，他是个很厉害的猎户，常年打猎，身上有野兽的气息，可能遗传给我了。推测，小师妹身上有什么东西让她害怕。结论，但不敢问。唉。算了，不管为什么，换个策略，不做移动狩猎了，做定点埋伏。青云宗的，这是我们捉的。哼，原来是天剑宗的穷鬼。这明明是我们小师妹先看到的。
小孩子的东西也想抢？什么抢不抢的？这本来就是我们抓到的。就是，眼睛没长在屁股的都能看得出，这是专门给妖兽设的陷阱。这位仙子，这的确是我们做的陷阱。你看，证据，这是我们撒的引诱粮。这个，诸位师兄，可是海棠很喜欢这只小兽，可不可以让给海棠？可是我也很喜欢这只小狐狸，不想让哎。你们不会要抢小孩子的东西吧？我拿糖跟你换，好不好？我拿3颗糖换你身上的法衣，好不好？你看，你1颗糖换我的狐狸，我的3颗糖换你的法衣，很公平吧？这法衣是我的师兄们的心意，我不能给你。那这只小兽是我的师兄们为我抓的，我也不能给你。你个小豆芽，别不知好歹！就是3颗糖就想骗我们小师妹的法衣，好不要脸！哼，小师妹，别理他。穷鬼宗门收的小豆芽能有什么教养？哼，你们青云宗就是这么教弟子的，抢别人东西还理直气壮。1颗糖就想换我们的妖兽，当我们小师妹是3岁小孩呢？你们小师妹喜欢妖兽可以理解，但这只小火狐确实是我们抓的，你们这样强传出去不好听吧？根据修仙界律法37条，恶意抢夺他人捕获的妖兽，轻则赔偿3倍损失，重则通报宗门记过处分。走，让给他们。凭什么让给他们？明明是海棠先看到的。再见呀，下次见面记得多带几颗糖哦。那小女孩是谁？青云宗今年新收的小师妹。哼，据说是什么罕见雷灵根，是个小天才，宝贝着呢。不过跟我们小师妹比差远了。小火狐，低阶妖兽，日常饲养成本每天需要灵果3颗，灵肉2两，灵水不限量，每月成本约50下品银石。成长后需要进阶资源，预计每月成本翻倍。万一病了，单要另算。行了，卖了吧。啊，这气息！我真是服了，这什么孽缘？青云宗是跟我们有仇吗？怎么走哪遇哪？根据修仙界道德准则第103条，过水东移者，天打雷劈。路又不是你们的，凭什么我们不能走？就是，这秘境你家开的。剑宗的，你们不是很能打吗？跑这么快干嘛？能打也不给你们当挡箭牌。你们大师兄呢？让他出来扛啊！我们大师兄已经去拦住另一条了。你们还惹了2条！人才！赤焰飞马，中阶巅峰妖兽，秦居不宰极度记仇，惹一条等于惹一窝。那个，我和我的师兄们只是路过，能先让我们走吗？别白费力气了，这蛇兽已经失去理智了。就是，你以为你是玉灵宗弟子啊？蛇兽能听你的？如今只有一个办法，我们一起合作。哦，你站住！你不能走！为什么？想让我救你们。小妹妹，你能帮我们和他说和吗？每人100上平时，我可以替你们和他聊聊。什么？你这是趁火打劫？对啊，趁火打劫。每人100，那得多少？哦，那算了，师兄，我们走吧。等等！发财了！六师兄，淡定。你能低一点吗？你为什么那么生气？你们拿了人家的东西，还回去！哼，不还我就走了。猪翅果，猪翅果，火系天材地宝，500年开花，500年结果，人家守了500年啊！你是不是还偷了人家的蛋？你还拿了蛋，你快拿出来！唉，果子还了，蛋也还了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下次记得多带零食哦。小师妹，我们也快走吧，万一他们反悔。
他给了你一颗500年一结果的猪吃果，他给了你一颗。六师兄，这果子怎么吃？直接吃，至少能提高一个小境界修为，对火系修士效果最好。咽下去。快护法！金丹后期。虽然你排第4，但你现在修为排第3了，我恨。小师妹，以后谁欺负你，四师兄我第一个上，把他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。忘了这茬，这个秘境每10天开一次。要不我们去找大师兄？不行，中围太危险。外围和中围之间隔着妖兽密集区。我们之前遇到的中阶妖兽，只是偶然。而且大师兄是护卫任务，我们贸然过去会影响他工作。去找大师兄啊！我点头是表示听到了，不是表示同意啊。最后，在我的坚持下，他们还是跟了上来。小师妹，你确定你爹只是猎户？很厉害的猎户。这猎户怕不是猎过圣兽吧？小师妹，你能不能站后面一点？那边好像有只值钱的。六师兄，你变了。我只是考虑宗门财政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路畅通无阻地进入了中围。大师兄，大师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来找你呀。大师兄，好久不见。遇到妖兽了吗？都记下了，大师兄有空可以慢慢看。回去再说。几位是？我的师弟师妹。原来是剑宗的道友，久仰久仰。他们久仰什么？久仰我们穷。在下力不凡，玉灵宗2弟子，金丹初期。青柳柳，玉灵宗3弟子，筑基大圆满。哥哥好，姐姐好。天哪，你叫我姐姐，你好可爱。乖，你还是最可爱的。姐姐，这个也是灵兽吗？这是我的契约兽七彩琉璃珠，琉璃珠是罕见的寻宝灵兽，能感应天才地宝。虽然战斗力一般，但很可爱啊。可爱。好吧，审美这种东西确实因人而异。我们大师兄在闭关冲击元婴，所以才雇了沈清晨护卫。毕竟玉灵宗弟子战力主要靠灵兽，万一遇到突发情况，有个剑修压阵比较稳妥。几位剑宗的道友既然来了，不如一起结队。结队？我们正在追踪一只雷翼虎，想契约它。若是有几位剑宗道友帮忙，想必成功率更高。当然，不会让你们白干。抓到雷翼虎之后，我私人有重谢。包吃吗？哈哈哈，灵果灵肉管够。那就叨扰了。人不如猪，这句话我有了第2次、第3次、第4次深刻体会。小粉，小。玉灵宗的人收服灵兽，就是靠耗，耗到灵兽没力气，再用契约俘虏。但雷翼虎明显还有余力。雷翼虎中阶巅峰，耐力极强，照这个打法，耗3天都耗不完。
啊，小师妹！大师兄，别急，让他去。习惯就好。他有自己的方式。虎哥，下来聊聊。你看不上他们，对吧？我也觉得他们配不上你，一个只会喂猪，一个只会扔符，还有几个连追都不会追。那你在中区混得怎么样？玉灵宗那些人虽然菜，但有钱，邻国管够，零售粮不愁，还有人伺候。你跟着他们，不用自己打猎，不用抢地盘，还不用提心吊胆被修士围剿。他们虽然现在配不上你，但他们年轻，你可以等他们成长嘛。你看那个人虽然有点傻，但他追了你这么久，说明是真的喜欢你。你跟着他不会吃亏的。这里虽然是中围，但内围那些高阶妖兽随时可能过来抢地盘。你一个中阶巅峰，打得过几个高阶？恭喜你，虎哥选你了。咱们要是也有一只中阶妖兽，战斗力至少提升一个境界，而且多帅啊！养兽成本：中兽每月零售粮至少500中品零食。不想了，不敢了。不要了。小妹妹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不用，这是我珍藏多年的9叶青枝，送给你。九叶青枝，3000年份的水属性至宝。三师兄，给你。给我。你刚才看到这个，眼睛比看到灵石还亮，这个应该对你的水灵根有好处，给你。小师妹，这太贵重了。贵重什么？以后有好东西都给师兄们留着。我也想被送东西。接下来几天有了雷一虎带路，效率高了很多。乖。人参须至少3000年份。五师兄，你是土灵根，给你留着。小师妹，小妹妹，你到底是谁？你身上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气息？为什么妖兽都怕你？可能我长得比较凶。浮萍妹妹，你要不要考虑来我们玉灵宗？你这种天赋，简直是天生的御兽大师。不要，天宗包吃包住。我们玉灵宗资源丰富，灵兽随便撸，待遇很好的。我有师兄啦。那以后有机会常来我们玉灵宗玩，我们灵兽多 much， 可以随便撸。可以。有人在战斗，本头青眼石，高阶妖兽，相当于元婴期巅峰，加上天赋神通，化神期都能打。说好的中阶巅峰呢？说好的能遇雷而行呢？说好的战斗力爆表呢？就这。这什么孽缘？阴魂不散。唉。小妹妹，快跟他谈谈！唉，你们又偷人家东西了。我们小师妹想签约他。什么？契约高阶妖兽？你们疯了吗？高阶妖兽，我们玉灵宗长老都不敢惹，一个练地期的小娃娃也敢打他的主意？你们是修炼把脑子练傻了吗？怕不是活腻了，想体验一把被一口吞的快感。小妹妹，多少钱？你开1000价！上品。好。
六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这辈子第一次摸到这么多零食，有点晕。虽然我是魔君的女儿，但他会不会怕我，我不确定。大师兄，让他去，没事的，他有自己的方式。那个师哥，你是不是很生气？他们确实是不对，你一个高阶妖兽被一群小屁孩追着说要契约，换谁都得气炸。这样，你给我个面子，放他们走，我让他们以后再也不来打扰你。你身上有圣兽的气息。你认识他们？你是那位大人的？算是吧。大师兄，习惯就好。根据记录，这是小师妹第7次与妖兽友好协商成功，数据样本足够。在下司徒彻，欠你一个人情。不用，钱货两清。哼，我的命就值1000灵石，现在2清了。下次记得多带零食哦。我操嘞！极品进阶丹，青云宗真有钱啊！这种丹药，我们玉灵宗炼一摞能穷3年。已经进了，昨晚。元婴中期，110岁的元婴中期，修仙界有记载以来能排进前5。你金瞻初期，全宗最弱。小师妹，这太贵重了。丢不丢人？我没哭，就是眼睛里进零食了。按照小师妹的吸收速度，大概半个月。终于出来了，活着真好。浮萍妹妹，你们那几只低阶妖兽卖不卖？而且你们抓的那几只品相都不错，尤其是这只小火狐，毛色很纯。小师妹，这是我们玉灵宗的刻银令，凭这个令牌，你可以随时来玉灵宗玩，包吃包住，零售随便撸。那我能把令牌借给师兄们吗？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，新鲜采摘的灵草灵药，100年份的只要50中品。这位道友，你看这灵芝，色泽鲜艳，灵气充沛，泡水喝能延年益寿。哟，天剑宗的穷鬼们，你们也出来了？活着呢，活着呢。有钱师兄，你怎么没进秘境啊？进秘境干嘛？打打杀杀的多危险！我赵有钱什么东西买不到，干嘛进去冒险？哇，师兄这真好，特别配你，一看就是名将打造的吧？花了多少灵石啊？也就300上品，这剑可厉害了，一剑就把对方的法器削断了。有钱师兄，你这么有钱，肯定看不上这些便宜货，但买回去送人也是好的嘛。这是普通灵草，可以喂灵宠。打包价50上品，成交。不行，这真习惯不了。感觉没错，他就是筑基期，还是靠天材地宝堆的。来，经典收获！零食，青云宗贡献1600上品，摆摊卖灵草550中品。咱们天剑宗好像从来没这么富过。极品进阶丹1颗，受益人顾晨光，状态待食用。小师妹，你就是我们天剑宗的财神爷。宗主要是知道他洞府的蛋被我们全掏了，会不会生气？这蛋是鸟下的，我们掏的是鸟的蛋，不是宗主的蛋。小师妹，省着点用。金丹后期，金丹后期。我卡在金丹初期20年了，20年啊！六师弟，你的眼泪蹭到我衣服上了。
按照这个速度，不出半年就能结丹。混沌灵根的金丹结威力是普通金丹结的3倍以上，动静会大到整个修仙界都能感应到。别想那么远啦，反正我现在才筑基后期，离结丹还早呢。参见公主殿下。影七，跟我哥说，让他在修仙界开铸剑坊，很赚钱的。小公主，少主已经开了。少主说，与其只卖矿石，不如直接卖成品法器，这叫产业链垂直整合。挖矿的哥商业嗅觉比狗还灵。公主殿下，这是少主让我带给您的。娘，我现在在天剑宗，师兄们对我很好，等你出关了，我就去找你。小师妹，今天不断体了。那干什么？今天教你御剑飞行。御剑飞行？本来练气期就应该学了，但是你进阶太快，一直需要断体巩固修为，就落下了。御剑飞行，剑修必备技能，学会之后，你就可以自己飞着玩了。根据修仙界幼儿教育标准，3岁半学会御剑飞行，属于超常发展，但对小师妹正常。试试。这个好简单啊！六师弟，你教了吗？还没来得及。一遍就会？真没人教过您？师兄们不是每天示范吗？所以你就看会了？很难吗？怎么了？小师妹，御剑飞行，一般人要学3个月，资质好的也要1个月。你这种一遍就会的，我没见过。天才世界我不懂。六师兄，你还好吗？还行，就是有点晕。小师妹，你知道你刚才飞多快吗？不知前辈有何贵干？你就是那个在幻兽迷虚里能让妖兽退避3舍的小娃娃？你是谁？老夫周通霄，狱中大佬化神期。别紧张，老夫不是来找麻烦的，是来挖墙脚的。听说你在秘境里的表现，老夫特意赶过来的。小娃娃，你简直就是为我们御灵宗量身定做的天才。有没有兴趣来我们御灵宗？入宗即为核心弟子，享受长老亲传待遇，每月灵石1000，上品丹药灵草另算。成年后直接升任少宗主候选人。前辈，小师妹是我们天剑宗的弟子。我知道，但你们天剑宗穷。他这资质在你们这儿就是浪费。你们大长老在我们御灵宗打工，2长老在青云宗烧锅炉，3长老在佛尘宗扫茅厕，扫地。你们长老打工养活，你有什么前途？不凡哥哥给了我客卿令，我可以随时去御灵宗玩，包吃包住，灵兽路随便撸。所以我想见大长老，直接去就行了，不用加入你们宗门。可老夫开的条件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心动？我有师兄啦。他们能给你什么？几件破山洞，几件补丁衣服，还是每天吃馒头野菜？大师兄会抱我飞，每次下山都给我带糖。3师兄会教我练剑，每天还给我扎辫子。4师兄会陪我跑山，每天还变着花样给我做馒头。5师兄陪我扎马木，还给我讲故，虽然每次讲的都是他擦剑的心得。6师兄会我记账，虽然每次记完都叹气，但他的本子全是关于我的事。3个长老会把工钱寄回来养我，第一次见面都给我送了耗费100年修为的护身符。宗主虽然没见过，但他的洞洞府里那些鸟蛋真的很好吃。我快3岁半了，知道谁对我好。好孩子，见面礼，几颗丹药，拿着玩。你这样的孩子值得更好的，但你既然选择了他们，那就好好珍惜。好好修炼，哪天改主意了，随时来御灵宗找老夫。小师妹，谢谢。大师兄，你们是我师兄，我不跟你们，跟谁？6师兄，收着。今日事件，收获丹药1瓶，备注：小师妹吸引力越来越大，建议列入宗门1级保护资产。1级保护资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能让别人抢走的意思。那我
我是不是该有个保镖？建议给小师妹配保镖。候选人五师兄。算了，他只会招蜂引蝶。什么叫只会招蜂引蝶？上次摆摊，你用那双桃花眼让一群女修围观，不是招蜂引蝶是什么？五师弟，认了吧，你的眼睛就是宗门赠售工具。对，以后没钱了，你就去山下站着。日子又恢复了平静，还继续练剑转体，还多了一项御剑飞行。师兄们继续练剑记账发愁，一切好像都没变，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变了，比如师兄们的修为。苏宁、岩川、慕容卓全都到了金丹后期，顾神光金丹中期，大师兄更是元婴中期。整个宗门的战斗力比1个月前翻了1倍，现在随便拎一个出去都能让同辈叫爸爸。又比如宗门库房的灵石数量从破产变成了勉强够花，至少不会再出现全宗资产加起来不够买一颗培元丹的惨状。再比如顾晨光小本本的厚度，自从我来之后，他就以一种恐怖的速度增长，现在已经厚到可以当板砖砸人了。我怀疑再过半年，他能写出天剑宗小师妹观察日记全集，共12册精装版，限量发行。还有一个变化，不知什么时候起，大家养成了默契，但凡有点好东西，都交给顾晨光记账保管，就像村里人把钱交给会计。这叫资源整合。集中力量养小师妹，集中力量办大事。大事就是小师妹。资源整合挺好，之前欠各位师弟的钱都算宗门债务了，不用还了。大师兄，算你狠。猪都没他能吃。六师兄，这个称呼不尊重人。改成猪都没他能吃，但猪没他可爱。有啥区别？不还是拿我跟猪比吗？筑基后期，啊！都突破了，好！长老，还是被开除了？说什么呢？老夫是接到万仙盟的通知，回来带人的。小平儿，过来。想不想去魔界玩？看来你是想的。魔界？对，魔界。师兄们有跟你说过吧？说过一点基本常识。我爹以前带我进去打过猎，很危险的。别怕，到时候老夫会亲自带队保护你。你们是要和魔界打仗了吗？倒也不是打仗，只是魔界和修仙界交界处最近有异动，很大很频繁。忘川支流那边？不是忘川支流，那是魔界正面入口。这次有异动的是魔界和修仙界西南交界，而且最近魔军也频繁调动。万仙盟组织各宗门派人过去看看，每个宗门都要派出1名长老，弟子随意。万仙盟是什么？修仙界对抗域外敌人，共同御敌的跨宗门联合组织。盟主由5大宗主轮流担任，副盟主由隐士大家族的当家人轮流担任。议事堂长老由各中等宗门宗主或代表任职，共同投票决策大事。现任盟主是禅宗主持，所以是个大联盟。哦，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，虽然我不太懂。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老夫想着，正好带你过去。什么？小师妹，你不是快结丹了吗？我们打算带你偷偷潜入魔界结丹。这样一来，修仙界的人就不知道混沌灵根出自天剑宗了。混沌灵根出自魔界，看他们敢不敢抢。把锅甩给魔界。这操作好像还不错，但又好像哪里不对。如果有人知道魔界出了一个天才，会不会趁机攻魔界，然后除掉我？你3岁半想的还挺多，不是没可能，但那不用我们操心。
让万仙盟那帮老家伙操心去，让魔尊操心去。这是不是有点坑爹？但让我爹替我操心，好像也没什么不对。反正他天天闲着没事干，除了哭穷就是睡觉。爹，不是我坑你，是老天要坑你。就这么决定了。过2天在边境处集结，我先回去把地扫完。三长老，这扫把是法器吗？这个呀，禅宗发的，我扫了30年，用习惯了，就成法器了。清晨，你带队保护好小偏儿，你们几个也去，多个人多份力。小佩儿，到时候别乱跑。不乱跑。师兄，我有个问题。问。你们没有去过魔界吗？没有。据说他们吃人不吐骨头。根据修仙界常识传记，魔族嗜血好战，残暴无情，最喜欢吃修仙界的小孩，尤其是3到5岁的，肉质最嫩。这记载谁写的？我怎么不知道魔族这么可怕？我从小在魔界长大，吃的都是糊糊，连肉都很受限制。我爹除了哭穷，平时就喜欢躺在王座睡觉，残暴无情。我哥挖矿回来第一件事是给我带好吃的。吃小孩。我们那儿人说修仙界就是别让崽崽乱跑，这到底谁才反派？魔界其实也没这么可怕。小师妹，你对魔界很熟悉。我爹带我进去打过猎，接触过一些魔族人，他们就挺普通的。那是因为你长得白白嫩嫩，他们肯定想吃你。你能活着出来，真幸运。以后他们还想吃你，我们就跑快点。行吧。这是给我写的还是给你自己写的？都有。大师兄，你紧张吗？有一点。你也会紧张？第一次去魔界，有点紧张。没事，我保护你。这是加强版的，吃了之后，你的真实修为会被掩盖，看起来只是炼器入门。为什么是加强版的？各大宗门都有化神期长老，如果看到一个3岁半的筑基后期，难免会猜到什么。万一有人认出你是混沌灵根，咱们天剑宗的门槛会被踏破。不是来抢人的，就是来杀人的。所以，低调。小娃娃，是你？糊涂长老好。你引气入体成功了，炼气期。对呀。长老，大师种送了他一颗极品进阶丹。原来如此，进阶丹确实能强行打通经脉，辅助引气，可惜了，底子还是太差。您说的对，糊涂长老，谢谢您当初推荐我来天剑宗，我确实寻到了自己的道。好啊，老胡，原来是你推荐这丫头去天剑宗的，都怪你！你知道天剑宗的墙角多难挖吗？她武灵根根骨极佳，是天生的体秀，去天剑宗没毛病。这丫头在幻兽迷窟里，那些妖兽见了她都绕路跑，这是天生的御兽圣体呀！御兽也得测呀！都说了适合体秀，体秀就该去剑宗。小师妹，别管他们，吃果子。这就是那个让妖兽主动让路的小娃娃。听说3手青焰师看到他都跑了。小师妹，喂。
这是多高啊！御兽圣体，绝对是御兽圣体！慕容师兄，这是我收藏的灵玉，送你。五师弟天生丽质，果然受欢迎，不像我们。唉，也不像我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间知人心，却无处施展。哎呀，这几位也是天剑宗的弟子吧？来，这些给你们。那是合欢宗大师姐，哎，人称雪媚仙子，喜欢沈师兄50年了。每年都给沈师兄送东西，据说为了等沈师兄，他到现在还没找到驴。这是我亲手炼制的培元丹，对元婴期也有用，请沈师兄收下。谢谢，不需要。见过沈清琛，其他人都是将就。大师兄以前是什么样的？据说沈师兄小时候是个孤儿，被宗主捡回来的，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挥剑，一练就是一整天，一路扶摇直上，堪称逆天。3个月入炼器，20岁筑基，50岁结丹，100岁便已元婴。修仙界好几项天骄修炼记录，全是他一人打破的。那他有喜欢的人吗？据说没有。以前有女修给他写情书，他看完之后说字写的不错，但剑法还需要练。有女修给他送点心，他说谢谢，但我辟谷了。其实他根本没辟谷，所以雪媚仙子等了50年，可能还要再等50年。天剑宗小施主，请随我来，贵宗的营地已经安排好了。没想到啊，没想到我也有今天。低调低调，都是浮云。今晚在此过夜，明早一起飞往魔界边界，叫阵。叫阵？难道要喊魔族小小出来受死吗？禅宗那边顺的，趁热吃。大师兄，你真的不喜欢雪媚仙子吗？他是合欢宗的，我是剑宗的。他的剑法还需要练。仙子姐姐，我是大师兄的小师妹。大师兄其实不是不喜欢你，他只是觉得你的剑法还需要练。谢谢你，小妹妹，帮我转交给你大师兄，就说我会努力的。他说他会努力的。魔界诸位，为何频繁调动军队？可是想撕毁条约，重启战端？小师妹，害怕了？不是害怕，是怕自己笑出来。毕竟我哥现在这个造型真的太中二了。如果再来一句愚蠢的修仙界人类，就完美了。小师妹别怕，有我们在。根据记载，魔将的实力至少是化神期起步，我们这几个人加起来大概能撑3系。3系是多少？那还是跑吧。楚萧魔君何在？让他出来说话。魔君闭关，这位是我们的少主。本少主伏燕待魔诀事务，不知诸位道友兴师动众，所为何事？频繁调动军队，边境异动不断，我等特来询问，魔诀可是想撕毁条约，重启战端？诸位道友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在炸矿。炸矿？最近我们在搞矿山开发，需要炸开一些岩层。刚才那声巨响，就是我们在引爆灵石炸药。诸位若是不信，可以进来看看。所以他们真的只是在炸矿？对，最近我们在大规模经济开发，需要大量的人手。魔君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来挖矿，还能创收。那是幽冥玄铁矿。对，那座山全是幽冥玄铁，
那边是星辰砂、赤炎铜、玄冰玉，河底则是寒冰碎。纯度比黑市流通的高。这些都是我们挖的矿样，诸位可以看看品质。我们魔界也对外开放贸易，欢迎采购。价格呢？来，各位道友拿一份看看。幽冥玄铁、星辰砂、玄冰玉应有尽有，前100名采购享受9折优惠。我哥这营销手段跟谁学的？又是凡界。你们魔界只卖矿石吗？不止，我们还搞深加工，可以把矿石加工成法器成品再出售，价格另议。这魔界怎么跟传说中的不一样？说好的凶残暴虐呢？说好的吃人不吐骨头呢？这明明是奸商啊！这推销手法比我们修仙界那商会还专业。我默默在心里给他们点了个赞，总结得很到位。我们魔界忘川支流岸边现有大型商贸区对外开放，诸位既然来了，不如随本少主去参观参观，反正来都来了。看样子不太想要打仗。那矿脉是真的，样品也是真的，这么大阵仗，应该不是为了骗我们进去。来都来了，既如此，便去看看吧。若能促进两界和平贸易，也是一桩功德。诸位请跟紧，别掉队。我看着越来越近的珊瑚色天空，心情有点复杂。魔界，我老家，我回来了那一刻，我感觉川河周围的空气都变了。魔界的空气是沉重的，带着硫磺和血的味道，但对于我来说很熟悉，像回家了一样。哦，就是回家。小师妹，跟紧我们。万一有危险，我们立刻撤。放心，师兄们保护你。魔界险地，危险重重，切记小心。沈清晨面无表情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手放在我肩上，随时准备把我捞起来就跑。大师兄，别紧张，他们不咬人，真的。那些城镇不大，但很热闹，有集市，有店铺，有来来往往的行人，很多看起来跟修仙界的人没什么区别，穿的衣服也差不多，就是款式旧了点，拧过了腿。娘，我错了，下次不敢了，真的不敢了。你给老娘站住！好，你有种，晚上别回来吃饭。这好像跟我们差不多啊，那个大妈骂孩子的样子跟我忙一模一样。不是说魔族茹毛饮血吗？那个卖菜的明明在收矿石。我默默在心里吐槽，你们那些记载都是谁写的？来过魔界吗？调查过吗？就敢瞎写。为什么有些城镇要屏蔽？那是军事禁区，涉及魔界安全，不便对外开放。实际上我知道真相，比天剑宗还穷，只能吃黑面馍馍。我哥要是把那些城镇亮出来，谁愿意跟一群穷鬼做生意？这是忘川，不是说忘川水能腐蚀魂魂吗？这看起来挺好看的啊。我默默在心里翻了个白眼，腐蚀魂魂的那是主干，然后我也翻不动白眼了，因为我也惊呆了。矿石区、法器区、生活用品、魔界食品、过日子要用的东西，这儿全有。啊，魔界纪念品区，这都行。这是魔界，我怎么感觉进了市？我上次去凡界赶集也是这个感觉。诸位道友，欢迎光临我们魔界新开的忘川商户300余家，总占地面积500亩，目前引入法器、药材、食品、服饰、纪念品等多个品类，价格公道，品质保证，欢迎选购。尤其是幽冥玄铁成品件，修仙界万宝阁要卖500上品灵石，我们这里只需要250，而且还能拼单，3把起打8折。有没有人一起拼单？我出一份，我算我一个。老板，星辰砂矿来100斤。好嘞，老板，寒冰贼来，100上品一斤啊。那先来半斤吧。没问题，也卖。道友，魔兽幼犬要不要来一只？已经驯化好了，可以看家护院，还可以喷火，以后炼丹再也不用看火了。道友，魔宫模型带回去纪念，送人也体面。道友，幽冥果尝尝，魔界特产，味道独特，一颗能顶3天不饿。这个有什么用？没啥用，就是留个纪念，回去跟人说你来过魔界，吸过魔气，多有面子。那人愣了3秒，然后掏钱买了3瓶。我人才。老板，幽冥玄铁剑，给我来10把。好嘞，10把原价2500，打8折2000。道友是分期还是全款？全款，还能分期？当然可以，当然可以。考虑到诸位道友此次可能没带够灵石，我们支持分期付款，留下宗门信息和个人玉牌就行，利息只要1分，比修仙界钱庄便宜1半。这位道友可是对我们的法器感兴趣？少主亲自接待。道友如此支持我们魔诀生意，在下自然要亲自接待。道友贵姓？免费姓赵，赵有钱。赵有钱，好名字，一听就是富贵之人。这名字起的有水平。不敢当，不敢当，我就是个小弟子。赵道友太谦虚了，我看道友气宇轩昂，出手阔绰，定非凡人。这样，
今天到有的所有消费，我再给你打个9折，就当交个朋友。多谢少主，多谢少主。赵道友买剑肯定需要配套的剑鞘吧？我们这儿有幽冥玄铁剑鞘，加50上品就行。要剑鞘有了，剑碎要不要？魔界特产的幽魂丝编的，会发光，晚上出门倍儿有面子。还有保养剑的油，1瓶用3年。买这么多，新款扩容储物袋特价80上品来一个。要，全要！储物袋给我来5个。我默默给他点了根香，这根香是祭奠他那即将消失的灵石的。然后我又看向另一只肥羊，上官海棠，青云宗的雷灵根天才，师兄师姐的团宠。他只要点点头，就有人掏钱。这位小道友，可是青云宗的天才弟子。你怎么知道？久闻青云宗有位雷灵根天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小小年纪就有如此修为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还好啦。小道友是雷灵根，我们这儿正好有几样适合的特殊材料，要不要看看？千年雷击木，自带雷属性，可做法器，可辅助修炼。要。魔界特产雷灵石，比普通灵石更适合修炼。还有魔界雷纹玉，戴在身上温养经脉。要。增加雷系亲和度的幽冥果，还有雷灵蜂蜜，甜而不腻，补灵力。全要。他的师兄师姐们负责掏钱，掏的手都在抖。但没人敢说不买。哼，他花的每一块灵石，最终都会流进我们福家的口袋。我娘的钱被用来买我哥的货，这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。算了，反正我没亏。咱们给小师买把剑吧。对，他还没自己的剑呢。买把好的，幽冥玄铁。幽冥玄铁剑，剑200一加200高打8上品灵石，但要留着给小师妹修炼。要买丹药，要买固基丹，要买购买一把。我不要。小师妹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我不要剑，等我结丹再说。留着灵石给我修炼，等我结丹买更好的。师妹语录：等我结丹了，买更好的。备注：懂事的让人心疼。青云宗的糊涂长老买了整整1座山的矿石。用飞绸拉回去的。厉不凡买了一堆魔兽幼崽，说回去培养新的灵兽，叫魔界混血种。青柳柳特意挑了一把小巧的幽冥玄铁剑给粉红猪，等等，猪用他那圆滚滚的身子把剑夹在胳肢窝里。合欢宗的女修们服饰摊搬空了，配着衣裙，远远看去像一群移动的彩虹。禅宗弟子买木鱼说声音不一样，买袈裟说穿上更有排面，我愣是没看出和修仙界的有什么区别。石宗宗买了一堆食材讨论怎么炒，我听着肚子突然有点饿。只有望居长老买了一堆锅碗瓢盆和僧袍，虽然他自己已经有一堆了。只有师兄们两手空空，我默默给他们点了赞。真正的剑穷且益坚，说白了就是没钱。诸位道友，欢迎下次光临，每月初1、15包节送，不买东西也可以来玩，感受魔界风情。以后我们会开放景点，比如幽冥裂缝观光、黑风探险，还有忘川主流漂流，敬请期待。少主，忘川漂流刺激吗？刺激，漂完一轮，少说减寿3年。开玩笑的，视觉效果而已，保证安全。果然，人类的本质就是作死。我下次也还来，魔族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，卖魔器的大妈还挺热情的。先开放商贸，再旅游，再定居，温水煮青蛙，最后边界变成商业街而不是战场。我突然有点佩服，108岁已经是魔族首席营销官兼商业奇才了。快走快走！我们一路往未开放的区域跑，我像带着全家人逃票的老头。长老，咱们这算不算偷渡？会不会引发2界外交事件？什么偷渡？这叫秘密考察。我们和万仙盟这次来，不就是调查魔界异动的吗？可这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？来，把这个吃了。魔气丹吃了之后，体内会散发出淡淡的魔气，伪装成魔族。长老，这衣服哪来的？买的，刚才商贸区2楼拐角那家店，全场5折。这料子有点扎人。魔纹，魔族修士身上都有这个，有的是天生的，有的是后天的。我像棵会走路的玫瑰，苏宁像个散修，岩川像魔界矿场的工头。大师兄戴上兜帽，一股魔界刺客的神秘感扑面而来，超帅。不错，现在看起来咱们就是一支魔界散修小队了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了？对啊，魔界这么大，去哪儿？据说魔界比修仙界还要大，光外围就有好几州的面积。如果要进入中围，需要经过黑风谷，过了黑风谷就是10大魔城，再往里穿过幽冥缝才是王都永夜神都。所以永夜神都太为危险，容易被发现。足够让人相信混沌灵丹出自魔界。顾晨光掏出小本本记录，目标找个没人的地方让小师妹结丹，备注千万不要被发现。来，进老夫的结界里来，老夫带你们过去。长老，其实不用这样。那要怎样？你们愣着干嘛？来呀，我知道一个简易避风诀。小师妹，这就是你说的避风诀？老夫活了800多年，居然没想到这个办法。沈清晨面无表情的爬，一个高冷的元婴期剑修趴在上，这种反差感，我憋笑憋得肚子疼。备注：希望不要被其他宗门看到。
小师妹，你怎么知道这个方法的？我爹教的。你爹还教过你什么？教我认字，但后来发现他自己也不会，就算了。还教过我打猎，就是把我扔进魔兽堆里，让我自己想办法出来。亲爹？亲的。小师妹，你好像对魔界很熟悉。还好吧，毕竟我爹带我进来打过几次猎。你爹到底带你进来打过几次猎啊？就几次。你爹是修士，很穷的修士，不值一提。哼。到了。这办法确实管用，就是有点费洗膝盖。记录完毕，以后天金宗弟子过黑风谷统一采用爬行方式，列入宗门手册。我们一起爬的，凭什么他那么干净？好了，进京中围了。根据地图，从这里往北走大约200里，有一个山谷，地势隐蔽，周围有天然屏障，适合设结界，就那儿吧。听起来不错。1000上品灵石，一个不多，一个不少。要是失败了，我就去眺望川。就算成功，宗门也破产了。辟谷丹吃了它，闭关期间不会饿。小平儿，记住，结丹的关键是把丹土里的灵力压缩成一颗金丹，不要急，慢慢来。灵力不够了就停下来，我们等你。你们看，小师妹，她能同时吸收灵力和魔力，这世上怕是找不出第二个。古籍上记载，混沌灵贝可以吸收所有属性灵力，但没说过能吸收魔气啊。这小师妹比古籍上记载的还要特殊，正常吗？不正常，但她本身就不正常。一个3岁半的筑基后期，你觉得正常吗？长老，我感觉快了。所有人准备。长老，这些是禅宗的渡劫法器，借的。借的？用完了要还。长老，这玩意儿能扛混沌灵根的天雷吗？怎么不能？这符头是禅宗上一任主持用过的，上面有他的佛力加持。这串珠子是高僧舍利子，这个杯口是祖师爷画了一辈子圆积的德，这个是老夫自己的，扫了30年的地扫出来的功德。我没记错的话，金丹劫雷最多酝酿半个时辰，然后是9道亮蓝色的劫雷吧？这架势比普通金丹劫大3倍不止。这雷劫，运气也不过如此吧？混沌灵根的金丹劫威力是普通的3到5倍，按小师妹的灵力5倍，至少5倍。小平儿，等会儿天雷劈下来，老夫帮你挡，你只管守住本心，稳住金丹。渡劫贝要自己帮忙，天雷符加力道了。老夫知道，但你现在才3岁半，扛不住活了800多年，这把老骨头扛几道雷还是扛得死。不要听动我，让暗卫队散开。方圆100里内，不许任何魔族靠近。妹妹，你一定要撑住。陛下去哪儿了？不知道，大概是去看公主吧。小声点，你不要命了！爹，别打扰妹妹，我闺女在渡劫，你让我别打扰。万一你往那儿一站，天雷认出你是魔君，再加2刀呢？闺女啊，你可一定要撑住，爹还指着你养老呢。爹，你3000多岁了，还要3岁半的养老？我活得久不行吗？哎呦，你们看，魔界那边金丹雷劫。小师妹这么厉害，肯定50岁前就能结丹，到时候一定能打天剑宗那帮穷鬼的脸。不对啊，这不是金丹雷劫吧？像是元婴的，元婴才有这么大阵仗。可能是哪个魔将吧，毕竟这次商贸会他们赚了那么多钱，心情好，结界不小心松了。
误解，阵势很大，你不看看？看又如何？不看又如何？劫雷又劈不到咱们。画神期啊，那可以考虑当道侣。魔戒这次买回来的食材确实不错，那什么是重点？反正劈的不是咱们，威压也压不过来。等会儿看劈下几道雷不就知道了？来，赵，你化神劫酝酿了多久？1个半时辰。小师妹金丹剑2个时辰还在继续。老天爷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是金丹期，不是化神期！小平儿，守住本心！闺女，你要是撑不住，爹就冲上去帮你扛。爹，你能不能别叨叨？猎鱼七渡劫不都是在魔界最深处吗？怎么跑中围来了？反正离远点，别被劈到了。这老天爷是不是在开会商量该劈多重？你催一个试试，看看先劈你还是先劈师妹。老夫活了800多年，头一回见这么墨迹的雷劫。怎么还不劈？是不是雷公睡着了？爹，你能不能安静点？你要是被劈死，别找谁养老。你哥那个抠门的1个月才给我几块零食，早知道就不送去修仙界了。爹，是你嫌他吃的多才送走的。那我不是穷吗？咱们家连裤衩都赔了。一道天雷就全没了，老夫从禅3借的，要赔的。真的是金丹天雷，不输老夫当年化神雷劫啊！没事，还能。天剑宗弟子领教天雷。接下来我自己来。小师妹，这不是闹着玩的。好，但你撑不住了就喊我们。还可以。魔界少主，他为什么要？可能他以为我们是魔族修士，对，我们吃了魔气丹，又穿着魔界的衣服，他肯定以为小师妹是魔族的天才。有道理，魔界出了一个混沌灵根，他作为魔界少主，当然要护着。儿子，你没事吧？儿子，你一个金丹期逞什么能？难道看着妹妹被雷劈？不是还有他那些师兄们吗？你没看见长老和师兄们都受伤了？哦，下一道你去。我？第9道是最后一道，是最强的。
他扛不住。我去会暴露，你戴面具。也对哦。闺女别怕，爹来了。别喊。哦对，不能喊。闺女别怕，爹来了。这雷要是劈下来，小平儿……这气息是魔君啊！魔君，魔君大人，单手接天雷，还甩回去了。魔君亲自出手，这记下来都没人信。既是我魔族天才，本君自是要护上一护。魔君亲自来护法，魔界对天才这么重视的吗？可能他们真的很稀罕混沌灵根。魔君这么强，那当年他为什么打输？这战力有必要投降？算了，不管了。魔界观察报告：魔君亲自为混沌灵根护法，原因分析：一、太稀罕混沌灵根；二、魔君今天心情好；三、魔君是个热心肠。备注：不管什么原因，帅就完了。魔君很强。我福篇3岁半，金丹成了。那他们有没有怀疑？他们觉得你是来护犊子的。我本来就是啊。但他们以为你护的是魔族天才。还好，没暴露。那边现在是金丹期了，9道雷都劈完了，应该成了。3岁半金丹，那他以后是不是比我还厉害？是。那他以后是不是能挣钱养我了？爹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我闺女养我，天经地义。9道雷都劈完了，怎么云还在？劫云怎么还没散？9道雷不是劈完了吗？1道、2道、3道、8道、9道，没错啊，9道。那为什么云还在？古籍记载，混沌灵根的金丹劫不是9道，是99为1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9道天雷之后，如果渡劫者还活着，会再降下1道归一雷，这道雷的威力是前9道的总和。小师妹，老夫化神期中期卡了60年的瓶颈，好像松了。小平儿，下次渡劫记得喊老夫，不把温之雅和景元那2个老东西也叫上。我感觉我的金丹好像更凝实了，我的伤全好了，我灵力更炽烈了，我的经脉比以前更宽了。元婴中期稳得像扎了根。金丹实了，伤好了，经脉更宽了。蹭雷劫效果评估：伤势痊愈式、修为提升式、经脉拓宽式、金丹凝实式。备注：以后小师妹渡劫，天剑宗全体必须到场。长老，下次小师妹渡元婴劫，我们是不是也能蹭？理论上可以。那我们是不是也能蹭到元婴？那我是不是能蹭到化神？别想太多，能蹭到多少看你们造化。还能这样？他们蹭我闺女的雷劫突破，我都没蹭到。你是魔君，你蹭什么？你修为太高，这种天雷对你没用。那我白挨了一下，凭什么他们能蹭我不能蹭？因为你在山脊上站着。走了，你再不走，被人发现魔君在这偷看，多丢人！去哪儿？回去，商贸区还要整顿。可是我闺女，她很好，有师兄们陪着，有长老护着。走了，你再不走，被人发现魔君在这偷看，多丢人！闺女，爹走了，你要好好的，下次渡劫记得喊爹，爹也想蹭。小师妹，怎么了？着凉了？没事儿，可能有人想我了。那
有吃的吗？9道了，不对，是10道。金丹阶9道，元婴18道，10道是怎么回事？99归一。长老，什么是99归一？魔界出了一个混沌灵根。小师妹，别担心，灵根也很厉害的。对，而且那个混沌灵根是魔界的，跟我们没关系。魔界多一个灵根，修仙界就多一分刑气呢。传令下去，加强边境戒备。另外，等青梦宗主出关，立刻报给他。混沌灵根，魔界，这跟我们没关系。我们玉灵宗又靠灵根吃饭，我们靠灵兽。你确定你不在慌？我慌什么？我又不是青云宗的。有道理。 10道，师傅，什么是10道？99归一，混沌现世。魔界出混沌灵根，修仙界怕是不得安宁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阿弥陀佛，魔界的事魔界管，我们只管扫地。师傅，您这是摆烂吧10道，宗主，魔界出了混沌灵根。那个混沌灵根吃不吃我们做的菜啊？宗主，这是重点吗？ 民以食为天，魔界也是，混沌灵根也是。如果吃的话，可以发展成可无。青云宗昏暗的闭关室里，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黑影。他的世界里只有修炼，只想快点突破，快点出关，然后去找一个人，一个3岁的小娃娃，不准确来说是一个3岁半的小娃娃。但他不知道，那个小娃娃刚刚在魔界渡完了金丹劫，